对线是英雄联盟里最重要的一环，而像 UZI、The Shy、Rookie 这样以对线强势著称的选手，常常能够在对线优势后帮助队伍拿下比赛。而对线就不得不提一个词，叫线权。俗话说，得线权者得天下。线权就像篮球场上的篮板球那样，是队伍在构筑阵容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举个例子，上单是天使，中路是发条 ，ADC 轮子妈加风女，打野是阿木木。这套阵容如果发育成型，他打团非常厉害，但你在比赛中却很少会这样选人，因为这是一个3条路加野区都没有线权的阵容，对线能力弱，就很难过渡到团战期。可以说，对线是英雄联盟或者说 MOBA 游戏的基础。那么我袁某人作为线学家，今天就会通过解读兵线的基础构成，来告诉大家最顶级的职业选手是如何利用兵线来掌控线权的。本视频会尽量用最简单直白的例子，争取让水平较低的玩家或者观众也能理解 UZI 的晒这类选手为什么总是能对线压刀。那所谓对线对的不是人，而是线。那我们就先从兵线开始理解。兵线的流向由什么决定呢？强弱与多寡。可以说兵线势能是由高势能流向低势能的，那这个非常好理解。那此时要考虑到一点，做兵线的损耗。每波兵线代表的是经验与经济，这是固定的，但兵线是不会无故消失的。能损耗掉兵线就3种方法：被塔吃、被对方的兵线吃、被英雄吃，没了。其中不被英雄吃掉，而是被兵线和塔吃掉的这部分经验和经济，就叫做兵线的损耗。那基于这一点大家来看一道题，请问以下4种兵线情况里，哪种的兵线损耗是最低的呢？要理解这道题，我教大家一个傻瓜的办法，大家把一波兵线当做一个塔来理解，因为小兵的攻击机制跟防御塔是极其类似的，所以6个小兵组成的一波兵，我们将它概括成一座带镀层能移动的防御塔，每一个镀层相当于小兵的生命值，每死一个小兵就相当于塔掉了一个镀层，同时塔的攻击力和防御力也会随着镀层的消失而逐渐降低。那用塔来理解线，虽然不能把所有的情况都包含进去，但拿来简要分析这一道题，那就一目了然了。A 选项里兵线进塔，那么目前相当于是2个塔打1个塔，而且防御塔本身的伤害又高，所以此时紫色方兵线的损耗是最快的。而 B 选项里兵线接触位置处于地图的中线，相当于只有2个防御塔对着 A， 而兵线本身的伤害量是有限的，所以此时双方兵线的损耗是几乎一样，同时也是最低的。但 C 选项里比起 B 选项，紫色方多了一辆炮车，那么继续将单独的炮车也当做一个小防御塔，万物皆防御塔就完事儿了那么此时紫色方就是2座塔打1座塔，但炮车自然是无法真正的防御塔伤害更高的，所以此时蓝色方兵线虽然在损耗上会大于紫色方，但损耗的速度并不会比进塔的损耗的速度更快，那这个非常好理解。那最后来看 D 选项，此时蓝紫方兵线交接处靠近一侧塔，但又没有进塔，在此刻兵线的损耗与 B 选项是没有区别的。那我们此时加入一个思考，那假如下一波兵线到达后，兵线的流向会怎样呢？首先兵线的移动速率是恒定的，大家到达终点线都需要30秒，但兵线交接处已经不再是终点线了，而是靠近塔的位置，所以此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靠近塔一侧的新一波兵线会提前接触，而对方的兵线会比正常的情况需要走更多的路。我们假设从塔到中线的这段路程里所需的时间为5秒，那么此时蓝色方的第2波兵在出兵后的27秒便开始作战了，而紫色方的第2波兵则需要33秒，这一来一回时间可就长了，这导致蓝色方的兵线会2打1一段时间，那么紫色方的第1波兵线自然消耗的会更快，所以理论上好像是2波兵对2波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先2打1再变回2打2，这种兵线对于紫色方的损耗就很大了，但对于蓝色方却很小，这种线我称之为回推线。回推线就是兵线将逐渐回推，并且小兵积攒越来越多的兵线，这种兵线造成的损耗那取决于小兵囤积的数量，假如你对线劣势，兵线还形成了回推线，那就相当难受，此时就必须尽快的把这波回推线推进对方的塔里，让兵线的交接处重置回终点。所以看兵线不能单考虑数量，还要考虑兵线的位置与下一波兵到达的时间，即兵线3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以上讲的内容属于兵线的常识，大家可以点一个收藏，不懂的话可以反复观看一下。那目前讨论的还只是纯兵线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开始加入英雄这个变量，英雄的属性决定了推线能力的不同。此时我们举个例子维恩与维鲁斯，假设上线开始维鲁斯和维恩都不学技能，就一直普攻推线，就一直 A 也不回家，那相当于2个 ADC 造成的伤害总量几乎一样，那么理论上兵线就会维持在中线，当然这是纯理想的情况下，因为优先攻击远程兵和近战兵那造成的效果是不一样，但大家只需要明
明白这个概念即可。那我们来加入技能来思考，由于维鲁斯的 Q 技能和 E 技能都是 LE， 可以选择消耗 VN 的同时还攻击小兵。那假如维鲁斯一个 Q 技能是100点伤害，理论上来讲，同时可以对6个小兵造成伤害，也就是600点的总伤害量，而单位时间内维恩却只能攻击1个目标。可以说单位时间内维鲁斯对兵线的伤害效率是高于维恩的，所以这样的技能差异决定了两者的推线效率不同。维鲁斯在不考虑 ID 的情况下，那大概率是能掌握线权的，因为他既可以让自己的攻击频率小于维恩，放兵线过来，也可以选择让兵线维持在中线，而当他想要推线的时候，他也可以推线。在实战中，当一条路拿到线权后，那有啥用呢？2个作用：优势的辐射与对位的压制。我前面说了，兵线相当于一座防御塔，现在防御塔都修到对面塔前了，那能够带来的隐形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了。线上的支援会更快，视野能做得更深，更容易占据中立资源等等。所以打野的入侵和位置是与线上的线权息息相关的，打野必须依托于线上的线权，再考虑入侵和抢占中立资源，不要越位。那就算越位也得提前沟通好。而大部分职业选手能够拿到线权，那主要依赖的是ban pick， 从而在英雄属性上就占得先机。这种拿到线权啊，属于本分，毕竟ban pick 都为你铺路了，你肯定得要回馈给团队啊。而第二项对劣势方的压制，则是决定了这名职业选手对线强势与否的关键。因为大部分情况里，对线双方是不会出现维鲁斯对维恩这种极端例子的，大部分也就是4-6开或者5-5开，此时就是考验双方职业选手的对线实力了。但某些不确定因素也会影响到线权，比如一级团啊、打野的开野路线啊、蓝子方等等。而对线期的压刀是对线实力的硬指标，因为英雄联盟是没有反补机制的，你补得多与我补得少理论上是没有关联的。低分段玩家他对线天然都会漏刀，而职业赛场上则不会这样，没有反补就意味着你不可能让线永远卡在一个位置。那理论上说啊，一个选手的抗压能力足够强，就不会被压刀，哪怕你一直在 A 我在骚扰我，但我吃完兵就回家，那我不死的话，那其实经验和经济都是不会亏的。所以一个选手的对线能力包含2个方面，压制能力与抗压能力。一个选手的抗压能力强，并不意味着他压制力也强，那反之也亦然。两者的区别在于对兵线走势的理解与习惯不同。那接下来我会用 UZI 和 The Shy 为例，让大家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利用线来压刀的。我们来看 The Shy 的第一视角，这把是亚索打纳尔， The Shy 作为后手 counter 选出的从刃亚索，自然对位是好打，最起码自 The Shy 的角度来说是这样。那 The Shy 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上来直接狂推线，而是采用维基百科里一种叫做 slow push 的处理，缓慢的推线，只比纳尔稍微多打几个普攻而已。而当第一个炮车线来到的时候， The Shy 这边是多出了3个远程兵。那假如此刻 The Shy 和剑皇都不 A 兵了，就看着可以，那我们用兵线势能就可以判断出走向。此时虽然兵线会往纳尔塔下推，但这个推进的速度是缓慢的，因为只多了3个远程兵，而炮车线的血量是厚的。然后 The Shy 开启压制，一波流畅换血加漏车，此时兵线的接触点开始往前移，同时 The Shy 现在已经拥有了前2波兵的兵线积累。然后 The Shy 开始加速推线，他稍微等了一下自家的兵线，然后一口气直接把整波兵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塔里。在这个 moment The Shy 的补刀是23刀，目前的4波兵加1个炮车，共计25刀里 The Shy 只漏了1刀和1个炮车。而兵线完全进塔的同时，剑皇的纳尔是8刀，而场面上有11刀给他吃。我们现在假设他化身霸哥，那么吃完塔刀他是19刀，也只被亚索压了4刀而已，差距并不大。而剑皇明显跟霸哥有差距的，这波兵吃完他一共15刀，可以说这波兵线进塔后压了纳尔4刀，加上之前的4刀，此时纳尔已经落后了亚索8刀。虽然已经算很多了，但这种压刀其实真的算小 case， 因为真正的折磨现在才开始。The Shy 趁进塔时间插了个眼，此时兵线被塔吃完，由于新一波兵上线的时间被塔前的兵卡了一下，所以出塔时间晚了一些。那问题来了，这是什么线？没错，回推线。也就是说，哪怕剑皇连尾刀都不吃，那 The Shy 和他就这么对着看，那么线也会回弹。而中路线很差，所以 The Shy 直接就站在后面看了，被 gank 他根本不需要着急，因为兵线迟早会回来的。那我急啥呀？当兵线对于优势方形成了回推线的时候，兵线的劣势就形成了，因为劣势方是不希望自己处于推线状态的，但兵线已经逼迫着他推线了。兵线靠前，他就会面临极容易被抓死，同时自己也很难吃到刀的窘境。纳尔为了挽回兵线劣势，就必须付出代价，所以纳尔直接回家补多兰带 TP 出来，同时必须要叫上打野来反蹲，要不然兵线靠前就太容易被抓了。要是交了 TP 还被抓死，那就真的完全裂开了。那纳尔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直接叫上蜘蛛来帮推线进塔，但这样纳尔的经验就会被蜘蛛分走太多，那劣势是依旧。而 The Shy 也预料到了蜘蛛在蹲，于是就放线进塔。最终当兵线回弹到接近中线的时候，此时的补刀差距来到了20刀，10打10的20刀。可以说回推线造成的压刀数比推线进塔和前期走位压制效果更明显，足足12刀。
刀，而假如蜘蛛不来，那么补刀的差距还会被进一步的拉开，这就是线权带来的压制。那这个压制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操作，就是 A 兵控线、推线、消耗而已。所以 The Shy 说自己喜欢发育是真的，他只是不喜欢自己发育的时候，别人也跟着他一起发育而已嘛。那可能有人会说，哎呀，那 The Shy 是拿 counter 的，这种有手就行。那我们来看另一个以压制著称的 UZI 是如何用匣压奥巴马的刀。首先下路跟单人线不同，由于双人路手偏长，压刀难度也会更高，线也更难操控。而且老 AD 都知道，下路的主要节奏发起人其实是辅助，而这把明的辅助也是机器人，而对方则是洛加奥巴马这样偏灵动的组合。可以说 RNG 下路想要只通过英雄属性拿到线权是很难的。那许多网友都说 UZI 能够压刀是因为鼠标点的很快，每次普攻点地板4下，所以每次换血都能多偷点一下，然后通过这种偷点来达到压刀。这个情况呢确实有，但有一说一，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习惯对于换血是有帮助，但跟压刀其实关系不算很大。因为首先这种换血并不常规，职业赛场上的换血频率是远比路人局要低的，除非对线组合强势度很高，否则由 ADC 率先发起的主动换血是极少的。所以10分钟内 UZI 能够偷点也就多那么4、5下，而且不是每次都成功。那血量不进太危险的斩杀线，其实对于敌方 ADC 的补刀它很难造成太大的影响，所以压刀还得看对兵线的掌握。所以来看这边孙哥的奥巴马加洛自然能够有抢2的资格，双方一波对推。 UZI 虽然靠着 Q 技能同时 Q 兵加破对面的守护者，但奥巴马加洛2个人一起推就是比霞推得快，而且洛找准机会换了一波血，但这波由于操作细节问题导致2人换的总血量是赚的，但奥巴马的血量其实跟 UZI 是不分上下的。随后 UZI 放线 CG 下路抢2级，开始缓慢推线，由于孙哥基本功问题没压刀，还自己漏了2刀，随后线开始缓慢推向霞这边的塔，这个兵线交接处但到了塔前，此时奥巴马想把兵线推进塔去，将兵线交界处重置回中线，要不然自己这个位置是很容易被抓的，毕竟对方是机器人，自己的这个组合也很难施展。像 CG 这边的阵容最好是在梦魇和自己的下路都6级后，才能考虑将兵线一直压在 RNG 的塔前。此时的霞也很明白这点，他开始大力清线，虽然还是推不过奥巴马，但此时紫色方的兵已经少了很多，奥巴马囤的兵不够多，而瞎子也知道这个兵线一看就很适合抓，落在这个位置是不可能去换血的。此时的 CG 不能换血，那就只能推线了，而卡萨的瞎子一出现在视野里， CG 下路的兵线就炸了，线是往 RNG 塔下推的，瞎子在附近，但梦魇暴露在上半区了，奥巴马不敢推，而 UZI 趁着瞎子在附近开始利用 CG 的小兵疯狂的损耗自家的小兵，这个过程奥巴马只能看着，机器人和瞎子都在，他们不敢上来推了。虽然兵线是回推线，但回推前由于原本自家小兵是多的，这导致回推过程中小兵的损耗会比正常的回推线要大。当新一波兵线来到时，奥巴马才开始能上线吃兵，此时奥巴马不敢打了，你兵比我多呀，我不可能顶着兵线跟你打。线权到了 UZI 的手里， UZI 很明背靠着兵线开始卡位置， UZI 是非常清楚打野没有6级就不可能帮得了你下路，我现在拿到兵线优势，那就趁你病要你命。当兵线进塔的时候，对方的炮车线刚好到了塔前，而 CG 想尝试压 UZI 一波血线，但 UZI 走位躲过了，一波换血 CG 下路又失败了。这波为什么要打？首先是 RNG 的炮车线马上就要到了，在未到的这段空档期，兵线的差距是5-5开，如果这波不打，那么等到 RNG 带着炮车线进塔，那塔皮就会丢很多。但 UZI 走位躲了洛的 W， 虽然换血上依旧是不赚不亏，但对拼过程中奥巴马又漏了不少刀，但 CG 成功的化解了 RNG 这波兵线危机，没有给 UZI 拿到塔皮。可是我他妈才是奥巴马，这剧本拿反了吧？而解说看到此时的这一幕是这样说的：还行，下路好像有不小的优势，对，下路还是打出了压制。刚才可能在回头的感觉勾到了一把，感觉应该是勾到打了一波，要不然不可能补刀差了这么多。是。但事实上 UZI 靠的是当时瞎子在下半区的节点，直接通过对兵线的理解接管了下路的线区，而对方的走位也让 RNG 知道了对方的视野，继而排空视野，继续加大下路的压制。其实整个过程 UZI 没有什么主动换血这种操作，他靠的就是对兵线走势的理解和利用队友在附近的隐性价值。而此刻这波塔兵吃完后，兵线又变成了怎样呢？没错，是属于 RNG 的回推线。 UZI 对于兵线是了如指掌的，兵线是回推的，但不能让奥巴马像之前那样囤一大波兵过来，否则我就不好还手了。所以 UZI 就准确的将对方的小兵控到仅比我方多1点。在这个回推过程中 UZI 也面临了像孙哥之前遇到的问题，就是不能直接上去吃线，因为对方的兵是比较多的，但 UZI 通过站位让自己的损失极小，那几乎没有漏刀。而当最终这波兵线进塔的时候，兵线已经很少，完全没有压力，就是白送钱给 UZI。 而他知道这波奥巴马最后推得很急，肯定是想趁下一波炮车线来到之际回家补给，所以 UZI 和明迅速吃完塔兵后，马上很急的去推对方这波炮车线，把
自己的炮车线推进了 CG 塔里，至此兵线重置 ，UZI 盆满钵满的回家。奥巴马46刀，侠65刀，7分半实现对位压刀接近20刀，靠的是什么？就靠侠的露头的那一个短暂瞬间，加上对兵线的极致运用，实现了侠加机器人对奥巴马洛的对位压制。那出门直接比你多2个长剑，20件攻击力，那补给时候属性差距自然抹平了。下路的压刀大部分都产生于第一轮回家的补给前，因为职业选手里只要能够出一个攻击装，那基本上就是随便补塔刀了，所以之后想通过推线进塔来压刀就很难了。所以第一轮补给后就要开始利用线权来找到击杀、塔皮、游走支援这种额外的收益。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 The Shy 和 UZI 对于兵线去压刀的思路都是很类似的，都是先缓慢推线，然后在炮车线前后囤一波，然后加速推线，一口气将线全部推进对方的塔里，之后兵线就会变成回推线，再利用回推线做文章。但选手如果抗压能力强，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并不会被压太多刀。比如这场对 SKT 的比赛 ，UZI 的侠对机长的 EZ， 双方的辅助在推线上都帮不上什么忙，而侠有羽毛的缘故，那自然 UZI 是推线更快的一方。而 UZI 也是按照之前的思路为压刀做铺垫，先是虚空做眼来给酒桶抓人的压力，然后缓慢推线，囤足够的兵，然后一口气推线进塔。但机长的基本功是非常好的，虽然线是按照 UZI 的节奏在走，但在第一轮回家的时候，补刀也仅仅只落后 UZI 的侠2刀。但问题是 UZI 是利用兵线吃了一层塔皮的，而且如果不是李哥卡牌游走给了下路压力的话，那 EZ 应该是会再掉一层塔皮的。可以说李哥的这波游走极大的缓解了下路的压力，否则 UZI 的这波直接将线推进塔后，那么机长可就更难受了。当然就算李哥来了，兵线也已经形成了回推线，所以 UZI 直接就毙了。这线机长想硬推进塔的话，时间是绝对不够的，只能补给后 TP 出来，尽可能多吃点刀。那兵线 UZI 是舒服的，这个线又属于卡牌飞不了的位置，更是让克利的酒桶无功而返，还丢了火龙，这些都是 UZI 利用线获得的隐性价值。UZI 将线慢慢控在中线靠近己方塔的这边，而且不给 EZ 屯兵的机会，那 EZ 只能等兵线慢慢回推。但为了让线回推，那就只能推得比侠慢了，那就给了侠屯兵的机会。于是故技重施，侠屯好兵，又准备一口气直接将线推进 EZ 的塔里。这波兵一旦进塔，那塔皮就会掉更多了，但收益的背后必然要承担风险。这个位置 SKT 肯定想找机会，所以 UZI 叫住了准备回家的瞎子来保护自己，而 SKT 则果断开打。这波麻将团如果不是狼行大招指错人， RNG 是大获全胜的。虽然结果上是3换3，自己也死了，但兵线是重置回中线的，自己还有1血是完全不亏的。那卡牌没大招的这段时间，又是我下路可以掠夺资源的时候了。装备已经有了优势，机器人找准机会闪现开，那直接击下锤石。最终11分钟，下路打出了14刀加4层塔皮的优势。这把机长的 EZ 在补刀上抗压已经做得很好了，基本没有漏太多不该漏的刀，但补刀和经济还是被拉开了。但大家可以发现，无论是 The Shy 还是 UZI 这种顶尖选手想要压制对方，必然要经历屯兵加推线的过程，而当兵线即将进塔的这个节点，就是风险和收益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因为此时兵线交接处在进塔前停留的越久，意味着己方能屯越多的兵。那一旦这波兵线进塔，给的压力自然是无限大。但这个位置对方背后是塔，你是不能往前追的，往后线又很长，非常容易被抓死。所以越是对线强势的选手，被针对的风险就越大。而且大家要明白，双方都是职业选手，对于兵线的理解不会差距太大，所以许多时候很多打野就会用突发性行为来进行针对。比如这把来自 Fnatic 的抓下，酒桶这个英雄打野思路一般是速3，然后必回家买鞋再抓，但这把 Broxa 就卡了这个心理。其实 UZI 这把的对线还是老思路，缓推线，然后一波送进塔，而 EZ 一旦2级，基本就不怎么怕抓了。如果这波打野不来， UZI 直接把线压进塔，那么霞面对着露露和 EZ 的塔前消耗，马上对线就很难受。但 Broxa 3级就来了，第一视角里可以看到，无论是 UZI 还是明都没有看到酒桶，而明为了推线也把自己的位置放得过前，肌肉记忆让他第一时间交了闪现，开启了摧毁 RNG 世界赛的第一个雪球。这波 Broxa 不来，那么欧城的下路是要炸锅的。但我觉得欧城完全是有意为之，故意这样放线的，因为霞要是想推1级还是可以尝试推一下的，但他们完全没有尝试。他们知道打败 UZI 就能击败 RNG， 这个兵线如果明不交闪，死就死了，是不会影响到下路的优势的，因为兵线已经屯完，肯定是能进塔的。露露没闪的5分钟是敢抓敢死，我杀不了你 UZI 还杀不了你辅助吗？所以 UZI 赶紧推完线就去控了河蟹来保证视野，而没有第一时间去处理从塔出来的兵线，这导致欧城这波把线推进了 UZI 的塔，然后兵线就变成了我们这期说了无数次的回推线。优势方拿到回推线，那么就可以囤一大波兵，靠兵线打压制。但问题在露露没闪啊，他过不了河道，所以推这波线必须得叫人。可以看到 UZI 的这个眼就是为了推线进去做的准备。我知道你酒桶在，但这波线我必须推进去，否则这个霞和水鬼在塔前把兵线一控，那下路就真完不了了，那必须推。
但 Fnatic 不给机会啊，欧城是趁着 UZ 吃河蟹的时候回家补给过的，对拼自然不虚拟，而下路盯准了这个没闪的露露，这波团战 UZ 判断是可以接的。为什么？我前面说过，兵线大家要当做弱化的防御塔来看，那么现在相当于 RNG 在这里有个塔，那自然可以打。但问题出现在了走位上，在辅助互换后，小虎瑞兹下意识的走位与 UZ 卡萨下意识的走位是相反的，后续的结局就是1换3，丢了3个闪现和3个头炸穿。这波小虎 TP 的位置其实没有问题，但走位出了大问题。他们只要往同一侧靠，依靠着兵线，手短的匣和酒桶是没有环境输出的，兵堆里的酒桶就是这样的。这一波是肉弹冲击，这波够后，兵线炸裂，炸裂不是因为打不过，是因为兵线炸了。欧城没死，拿着蓝 buff 一波推线进塔 ，UZI 交 TP 吃完塔刀，然后看这个兵线又他妈是回推线，但 EZ 和露露还是没闪啊，怎么办？没有办法，被折磨。水鬼趁着这波回推线的时候，去中路抓了一波，彻底解放了蛇女。回推线带线过去，欧城控线，然后4个人来硬抓下路。这把的兵线其实跟奥巴马那场是逻辑差不多的，都是下路利用了打野一举扭转了对线的劣势。此时欧城完全拿到了线权，那反复利用进塔回推线来折磨 EZ。虽然已经过了第1轮补给了，靠塔刀来压刀很难，所以 Fnatic 2人选择交闪直接强换 EZ， 兵线又进塔 ，UZI 彻底没有了反抗的能力。同时 Fnatic 下路这把是水鬼，有线权就能游走，这让 RNG 也没有办法对中路动手。所以看了 The Shy 和 UZI 的例子，大家就应该明白，压制一定伴随风险，不压就不会被抓，不找机会就不会露出破绽。许多选手的行为是被线驱动的，而在比赛中能够充分利用队友的各种细节来让兵线如我所愿，才是真正对线强。而压制主要是对位压制，说白了就是我发育是正常，但对手不正常而已。所以许多选手是放弃了对压制的尝试，因为压别人本身就代表了风险。所以以棒为首的韩式 AD 都是偏向于前期不压人，但保证自己发育的类型，那自然不容易出差错。团队越强，则自己的表现就越好。两者之间啊，风格无好坏，只有合适与否。那对线处理的风格上的差异，也造就了各式各样的选手，而这些就是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的魅力了。但话又说回来，那假如某天 UZI 不在压线被抓了，但他也压不了刀了，这赛开始稳健在塔下吃刀化身的 bug， 那变成这样的他们，你们还会喜欢吗？不是 UZI 不压个30刀肯定算是被压呀，他至少压个30刀才叫压人，压个10刀就相当于物资被压，懂不？好啦，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我的这个视频内容主要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发，而非是教学。许多对线的细节我都没有扩展，比如怎么拉兵的仇恨啊，远程兵和近战兵的区别啊等等。因为我只想告诉大家兵线的重要性。你要想连 UZI 的晒这样的操作怪压刀都不是纯靠操作，如果你只是想通过提高操作来提升对线水平，那肯定是南辕北辙的。操作很重要，但对于游戏的理解才是拉开玩家水平的根本。只有先有理解，你才会有做出与之匹配的操作来。那袁某人到底怎样处理兵线才是最好的呢？那如果上一期讲野区，每个版本的打野的理解是一个答卷的话，那么在对线上每一场对局的答案都是不同的。我只能说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以后也希望大家能带着观察兵线走势的视角来看比赛，相信我会有更多的收获。那么细心的观众就会说了，哎呀，袁某人你是不是忘记说中路了？你把我们的 Rookie Scott 置于何地啊？大家要知道啊，中路的线跟上下是不同的，所以兵线的走势和逻辑也有些差异。那要细讲已经够我再讨论一期了。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中路的观众，那可以点我一个关注。这期其实我筹备了很久，不是因为内容多难多复杂，而是我希望能通过我的视频能让更多的低分段或者云观众能够明白线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幼儿园化这个过程花了我不少时间。那更多具体的实操或者经验，欢迎各路高手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分享给大家。好啦，我是袁某人。本期的视频如果你觉得做得不错的话，给我个3连应该不过分吧？你们的3连是我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之后我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比赛和游戏的内容。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